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佛历10月下初8，万象小雨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今天是佛日，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牢记佛陀教诲，勤修戒定慧，远离贪嗔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1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4基普，跌幅 0.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7.0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87基普，跌幅 0.13%。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0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4基普，跌幅 0.1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上周五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443.07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2.23 点，跌幅 0.15%。开盘 1445.3 点，最高 1445.3 点，最低 1392.58 点。成交量69万2900股，成交金额11亿3901万2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30基普，交易量66万4400股，其次是中老证券和浦西开发。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30基普，交易额11亿2337万1000基普。其次是浦西开发和中老证券。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873万基普，与上一次报价持平。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9月10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53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88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60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公共工程与运输部副部长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在桂林举行双边会谈。9月14日，公共工程与运输部副部长德宋坎塔马略率团参加在中国桂林举行的2025年东盟中国建设部长圆桌会议。会议期间，他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李小龙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高度评价了老中两国在过去取得的合作成果，两国同意将两国最高领导人会谈的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继续深化老中两国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合作。老方请求中方分享先进技术，以应对城市化、侵占自然空间、气候变化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4方面的挑战。双方同意责成相关部门建立磋商机制，以尽快签署谅解备忘录。2. 万象举办推动和促进森林旅游活动。9月12日下午，万象市芒潭酒店举办了推动和促进森林旅游活动。农业与环境部副部长基凯西纳伊、世界银行驻老挝办事处主任维萨麦西提拉德出席了活动。副部长在致辞中指出，此次活动意义重大，因为老挝正日益成为受欢迎的生态旅游、探险旅游和文化旅游目的地。森林旅游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能够推动可持续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并为保护提供资金。为了促进其发展，农业与环境部已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和指南，旨在便利和加强森林旅游的发展，吸引更多投资。3. 琅勃拉邦听松村学生喜迎新教学楼和图书馆。9月11日，琅勃拉邦市听松村正式举行了移交仪式，庆祝在第5届蓝莓合作专项基金援助下建设的幼儿园教学楼和图书馆项目竣工。琅勃拉邦市管委会主席萨维西拉万，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张社平，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及中国国际电力有限公司代表，以及当地村民和学生出席了仪式。项目负责人介绍，该幼儿园和图书馆项目于2025年7月启动，工期仅2个月，现已竣工。项目包括新建一栋幼儿园教学楼和卫生间，并翻新小学教学楼，使其可用于教学和图书馆。张社平总领事致辞时表示，
此次援助是中资企业对老挝社会责任的体现，也反映了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他希望这所幼儿园和图书馆能为老挝农村儿童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帮助他们获得知识并健康成长。萨威希拉万主席对中国的援助表示感谢和高度赞赏。他强调，该项目对老挝教育事业至关重要。随后，与会者共同为新建筑剪彩揭牌，学生们也表演了文艺节目。仪式结束后，来宾们参观了新建筑，并捐赠了教学设备、体育用品和图书。2025年马来西亚旅游与教育博览会在万象举行。9月13日至14日，2025年马来西亚旅游与教育博览会在万象市的百盛购物中心举行。马来西亚驻老挝大使艾迪伊万马哈茂德、老挝文化和旅游部旅游发展司司长波玛丽因塔彭以及相关部门、老挝和马来西亚的旅游公司代表出席了活动。活动期间，与会者观赏了马来西亚的文艺表演，并参与了由马来西亚旅游局组织的互动游戏。现场还有多家知名旅行社提供马来西亚旅游咨询服务，同时教育机构也为希望送子女前往马来西亚深造的家庭提供规划咨询。哈塞丰县整治公路沿线乱象。9月11日，万象市哈塞丰县公路沿线秩序整治委员会根据万象市市长及相关部门的决定和通知，对主要公路沿线的违规行为展开了整治。整治行动旨在清理未经许可扩建、乱摆广告牌、堆放建筑材料及乱摆摊点等占用公路保留区域的行为。执法人员依与违规商贩进行登记并张贴禁令，警告若再次违规，将依据陆路交通法进行罚款。联合发展银行正式宣布首次公开募股。9月11日，联合发展银行在万象举行了首次公开募股路演，宣布其正式在老挝证券交易所上市。银行总裁萨空约潘塞表示，银行致力于成为领先的现代化数字金融机构，并披露了其在全国拥有65个服务网点，客户数超47万，手机银行用户超17万的业务成就。此次 IPO 将发行7533万3900股普通股，占总股本的 10.04%， 发行价为每股8800基普，认购期为9月15日至19日。此次上市是联合发展银行35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体现了其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适应和成长的能力。朗勃拉邦皮卡车失控，险些撞上游客。9月14日早上6点14分，朗勃拉邦市维春村发生了一起惊险的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突然失控，冲向路边，险些撞上2名正在步行的游客。幸运的是，游客们反应迅速，及时躲闪，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车辆最终撞上了路边的居民围栏，车头严重损毁。尽管场面惊险，但据初步报告，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泰国当局查获187只准备走私到老挝的埃及陆龟。据泰国媒体报道，9月11日，泰国国家公园局与泰国野生动物保护局在曼谷素万纳普机场查获187只活体埃及陆龟和2只陆龟尸体。这批陆龟正准备被走私到老挝。涉案人员是一名40岁的埃及籍乘客，准备从曼谷飞往万象。他将这些陆龟藏在2个行李箱中。由于其无法出示原产地国的合法出口文件，该男子已被泰国当局依法拘留。所有查获的陆龟将被送往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进行物种鉴定。泰国当局将与陆龟原产地国的相关部门协调，将这些陆龟送回他们的栖息地。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